唱歌打仗两不误。扎夫特追求泛用性的杰作，机动战士高达 Seed Destiny 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ZGMF-1000，扎古勇士是扎夫特在第一次 Plant 与地球联合的战争结束以后，面向全军更新的其中一款次时代主力机动战士。该型机动战士也是扎夫特新千年系列的首款型号，而这个新千年系列其实是为了应对尤尼乌斯条约而诞生的产物。具体而言，就是尤尼乌斯条约对缔约双方有明确的军控要求，这其中就有条款通过量化数据所计算出来的国力，以此来决定缔约双方所拥有的军力上限。这个上限具体到机动战士和各型战舰的数量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为了在这个上限的范围内争取到更多军力，扎夫特采取了多个手段进行规避，其中以质量换取数量便是这些规避手段之一。于是引入高达技术，发展新型量产机来代替已服役的老旧机动战士就成为了必然。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扎夫特开启了新千年系列企划，而在当时正好就有一款在研的量产机型，这个机型便是扎古量产式座型。该型机体使用了不少高达的技术，使得自身的性能水平远远超过服役的各型机动战士，而且早在第二次亚金杜维战役期间就开始了研发，所以机体的开发完成度很高，很快就能进入交付阶段来实行扎夫特的装备更新计划。就这样，扎夫特选择了扎古量产式座型来作为下一代量产型机动战士的设计方案。但是有一点，扎古量产式座型使用了核能作为动力，因而相应装备的反中子干扰设备违反了尤尼乌斯条约，所以最终定型的扎古勇士就移除掉了反中子干扰设备，改用常规动力，连同 PS 装甲和武器配置也相应进行了更改。而修改后的方案就是将 PS 装甲换成了常规装甲，近战武器则由原来的高周波刃斧换成了 MAM8 型光束斧，并且给盾牌增加了内置空间来容纳这把光束斧。当需要进行近战的时候，就会从盾牌中弹出，然后通过手持以挥砍的方式与敌方展开战斗。虽然招式简单粗暴，但破坏力巨大，而且还能作为投掷武器，直接在远处向对手抛掷攻击使用，作用跟光束回旋镖一样，能够起到突袭的效果，令对手防不胜防。然后就是盾牌的尖刺结构仍有保留，这样在进行近战时就可以使用冲撞的方式向对手攻击。可以说有了这两件装备以后，让扎古勇士的攻击变得丰富多样。然后右手携带的还有一把 MMIM633 型光束突击枪，这把武器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弹匣进行功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顶上有个比较大的圆形弹鼓，用法跟实弹武器的弹匣一样，在能量耗尽以后直接卸下换上即可。所以额外还有2个备用弹匣附在盾牌的内侧，以便在战斗中随时进行更换。基本上这些携带量能够满足一场高烈度的战斗需要。同时在后腰位置设有武器挂架，用来放置手持的光束突击枪，而这个时候枪上的弹匣就会朝侧面摆放，以便更好的贴合机体来避免造成障碍。然后在机体腰部两侧位置还携带有4个惯式手榴弹，而这些手榴弹总共有5种类型，分别是 ZR30F 型常规流线弹、ZR21 型高爆弹、ZR271 型铝热剂燃烧弹、ZR11Q 型闪光弹和 ZR13Q 型烟雾弹。手榴弹的种类可谓是十分的丰富，可以很好的帮助扎古勇士去执行各种作战任务。同时扎古勇士也具有一定的水密性和耐压性，这一点与强袭高达一样，必要时可以潜入水下进行作战。为此准备了500毫米口径的 M68 型猫式火箭筒提供选用。该武器原先属于是金恩的装备，一般情况是拿来作为火力支援武器使用，但也能适用水下环境。发射出去的火箭弹就像鱼雷一样对敌进行攻击。不过扎古勇士水下战斗的性能水平并不突出，与水下专用的机动战士战斗将会处于劣势，所以只有遇到了不得已的情况，才会让扎古勇士进入水下进行作战。而剩下金恩使用的重斩刀和76毫米口径的重型机枪，在必要时也会成为扎古勇士的选用武器，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除了这些选用装备之外，扎古勇士还参照了强袭高达的背包设计，也在后背增加了名为精灵背包的接口，这样就可以根据作战需求选择使用不同的背包装备，从而进一步加强扎古勇士的作战能力。而在一开始的时候，扎古勇士常用的背包装备就有3款，其中一款是型号为 EXM 的顺发型背包，该背包装备带有一对大型推进器，其作用与强袭高达的空战型背包一样，
装备上后能让机体的机动速度得到有效提升，并且还带有2座14连装 AGM-138型火风导弹发射装置，其输出的火力十分强大，能够对敌一次齐发，形成饱和打击效果，这对敌方舰艇可构成巨大威胁。由此可见，在装备上顺发型背包后，让扎古勇士在性能上显得更加全面，无论是在攻击还是在防守的作战，使用顺发型背包的扎古勇士都能适用。所以扎古勇士在服役后的多场战斗中，使用顺发型背包的机体数量占比都比较高，在战斗部队中属于是中坚力量。但使用顺发型背包的扎古勇士也存在明显不足，那就是缺少远程攻击手段，使得在进攻当中经常需要冒险抵近对方发起攻击，这对打击布满防御的目标不是很有利，所以准备了另一款背包装备进行了补足。这款背包便是型号为 EXA1 型炮战型背包，该背包与强袭高达的炮战型背包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在背包上带了一个体积十分庞大的武器，而这把武器便是 M1500 型奥特修斯高能远程光束加农炮。该武器显著的特征就是炮管很长，整体长度已经超出了机体的高度，所以为了方便携带，将其做成了可折叠的结构，而输出的火力比强袭高达的超高能脉冲炮高出了不少，即使是擦边的攻击也会带来巨大的损伤。如果集中多架炮战型扎古勇士同时攻击，即便像殖民星一样庞大的光束折射中继站，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全摧毁。当然，能够如此输出巨大威力，必然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才能满足，所以在背包上还是有一个巨大的能量储罐，然后通过管线直接连接高能光束加农炮进行功能。虽然一次携带的能量足够一场战斗的需要，但为了尽可能提高能量的使用效率，在这个位置还配备了瞄准装置，用于支持精确打击，这样就可以像狙击武器那样，通过点射的方式去打击高速移动中的各种目标，特别是对付集群的机动战士具有极佳的效果。所以说，无论是攻坚作战还是对 MS 作战，使用炮战型背包的扎古勇士都能发挥出重大作用。不过由于没有空间多携带一把光束突击枪，这就使得炮战型扎古勇士的作战能力不再均衡，因而并不足够独自应对 MS 作战，所以需要与使用其他背包的扎古勇士协同作战。为此还新增了另一款背包装备，来加强近距离的作战能力，而这个背包装备便是型号为 EXK 型的斩击型背包。这个背包最大的特点也在于武器，其中手持的武器是一把 MAMR 型 G7 长柄光束连斧。从造型上可以看出，这把武器其实是镰刀和双面斧的结合体，其中镰刀部分属于是实体武器，刀刃部分十分锋利，可以破坏使用常规装甲的机动战士，而另一端则是输出光束的双面斧，作用机制与盾牌内置的光束斧一样，能对使用 PS 装甲在内的目标造成重大破坏。同时为了方便进行携带，这把武器采用了可折叠伸缩的结构，这样整体的体积就缩小了不少，然后就能像光束突击枪那样挂在机体后腰位置的挂架上，以此方便扎古勇士换手使用其他装备。接着是在后背的背包装备上，还安装有2门 MMIM826 型9头蛇6管加特林光束机枪，该武装补足了扎古勇士没有安装近防机炮的空缺，其强大的火力输出瞬间就能形成弹幕，从而将各种来袭的导弹全部拦下，并且在近距离的范围内，这2座机枪产生的威力也足够击破机动战士。到这里可以确定，扎古勇士的这3款背包装备以3架机体为一队的作战单位，使用不同背包刚好就可以构成完整作战能力。可以说，这3款背包装备成功帮助扎古勇士在各方面的作战性能拓展了不少。当然，除了精灵背包这一大系统功能之外，扎古勇士在机体结构上也进行了重大改进。可以看到，在机体腰部和腿部等位置都用管道将4肢与动力装置进行了连接，因此这个管道就称为动力管。这个动力管可以提升机体机动时的反应速度，这也就使得驾驶员在驾驶机体的延迟感大大降低，不再有像驾驶金恩时比较笨重的感觉，这样在驾驶上的舒适感就明显得到了提升。然后就是在肩膀的连接部位使用了球形结构，这样挂在肩膀上的盾牌就会始终保持稳定，不会随着手臂的动作而大幅度摆动。接着是驾驶舱和操作系统也进行了重大改进，主要变化的地方是顶部增加了新的控制面板，这个控制面板与大型飞机的顶部控制面板一样，
其作用相当于总闸，机体上各个子系统的开关都集中到了这里，而驾驶座椅位置则新增了告警系统。当周围存在向自己急速靠近的单位时，这个告警系统便立马触发，及时提醒驾驶员做出规避，从而实现防止被敌方突袭击破的作用。另个改进就是3面的显示屏都有所增大，视野较之前服役的机型提升了不少，而驾驶舱剩余的部分大体上都延续了金恩的布局和操作习惯，这样在更换新机后，驾驶员不需要适应就可以上手驾驶。也正因为如此，阿斯兰与卡加利在出访 Plant 的时候，第一次进入扎古勇士驾驶舱时，在尝试数遍操作后，就对扎古勇士的新驾驶舱有了一定的掌握。很快，凭借自身优秀的驾驶水平，发挥出了扎古勇士的所有性能。而作为对手的地球联合幻通部队，一开始也只是在2架高达的夹击之下，这才抓住间隙得手了一次，成功斩断了扎古勇士的左手手臂。但到了后面发生的战斗，阿斯兰驾驶的扎古勇士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展示的性能丝毫不比次世代高达逊色。由此可见，作为量产机的扎古勇士，面对同时期的高达不再是天壤之别，也反映了扎夫特以质量换取数量这一措施，在扎古勇士这一型机体上取到了成果。所以，像迪亚卡和露娜为代表的扎夫特精英驾驶员，依靠扎古勇士就能发挥尖兵的作用。而作为对手的地球联合军，即便是派出幻通部队的生体 CPU， 也未必能在红衣驾驶的扎古勇士上能占到什么便宜。而这一点在露娜与斯黛拉的战斗中就得到了体现。面对性能比扎古勇士更强的盖亚高达，露娜驾驶的扎古勇士并没有显现出太大的劣势，即便被盖亚高达攻击得手，露娜仍能迅速让扎古勇士做出调整，并向盖亚高达做出反击。由此可见，作为量产机的扎古勇士，在攻防两端的性能表现上，与次世代高达属于同一个水平。这就使得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由驾驶员的驾驶水平来决定，特别是阿斯兰驾驶的扎古勇士从宇宙坠入地球时，与大气层摩擦产生的高温并没有导致扎古勇士直接损毁，而且驾驶舱内的气压和温度始终保持着稳定，没有出现强袭高达坠入大气层时产生的高温波及到驾驶舱的情况。可见扎古勇士在抗高温方面提高了不少，而且其他方面的性能水平也高过了强袭高达，仅在防护上无法与使用 PS 装甲的强袭高达相比。除了战斗之外，还出现了一架用于进行演出活动的扎古勇士，而这架扎古勇士便是米亚坎贝尔的座机。由于米亚是迪兰达尔议长用来假冒拉克斯的人选，所以平时的主要活动就是四处举办演唱会，利用拉克斯的影响力来为迪兰达尔议长笼络人心。因而他的座机为了满足演唱会活动的需要，将外观涂装改成了十分绚丽的颜色，这样扎古勇士就成为了演唱会的舞台。当米亚在这架扎古勇士上进行演出时，就会给观看演出的人增添了一份传奇的色彩，以此形成的传播效应也就会扩散到更多的人群当中。不过能够想到选择扎古勇士来做舞台，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扎古勇士已经代替金恩，从此成为了扎夫特新时代的象征。